来到这边呢，这里是巴尔德一个古镇，从瑞士要往回意大利，然后要前往摩纳哥的路上途经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镇。那我也是远远的从堡垒的外观就被它吸引下来，所以于是乎我就停下来这边想说来看一下这个古老的城镇有什么特别之处。堡垒是盖在这个山上，非常的高，我们先要一路往上爬。这个也是在阿尔卑斯山底下的一个小镇。我们开了4个小时，从瑞士回到了意大利，途经的这个很酷的一个山城。在这个小镇里，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游客，店家看起来都是没有在运作的。现在已经来到了城堡的半山腰。刚才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昨晚我们就是在这边车泊的白绿色的房子这里有一个很棒的车泊点，然后走过来大概20多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城堡这边。那继续往上了，在巴尔德城堡上方还有这些复仇者联盟的游将在这边守护着这个城堡。在这里1万年前的这个故事，真的全部都是真的。这是早在冰河时期的时候，现在就是阿尔卑斯山底下的山脉的分支，它刚好是呈现一个多字形的状态。在阿尔卑斯山山下的这几个小镇，这边的房子，它们都是这种石板屋的屋顶。有点像是我们的原住民的房子的那种石板屋的构造，还蛮别致的。那在巴尔德这边呢，它也是以20个炮塔以及400个军人抵抗了拿破仑军队的。当时的拿破仑军队如此的强大，他们竟然可以如此轻松的方式，在14天就守下了这个城堡，击退了拿破仑的军队。看完了巴尔的古老的小镇，原来在这边星期一是休假日，所有的商家城堡都是不营业的。难怪我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半个游客。那我们现在巴尔的这边结束了，要再带大家前往意大利西北方的杜林小镇。那我们等一下见咯。开了将近1个小时时间，我们从巴尔德那边一路开来了杜林了。这边呢是意大利第3大的城市。那原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杜林皇宫的，这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但是呢，它现在正在整修中，而且他们是跟巴尔德一样，每周一都是休息的，所以没有机会带大家进去看这个很美丽的皇宫。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些图片，那我会把图片附上，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皇宫里面是长怎样子的。除了这个皇宫以外呢，看一下在它外面这里这一区，这里边就是城堡广场，这边有很多中世纪的建筑，都是这样很大的这种很漂亮的建筑。我们来到杜林这边，也会带大家看看几个这种中世纪的老建筑啊，还有一些这边比较有名的教堂，带大家看看整个杜林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几乎这边的建筑都是在整修中的。像我现在过来的这个呢，这个是夫人宫，夫人宫目前也是在整修，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这些巴洛克式的建筑原本都是蛮漂亮的，这是比较可惜了一点。从城堡广场的另一个方向走呢，边有一个很标志性的地标，要带大家参观一下。他们这边跟瑞士不同，瑞士是星期日不工作，这边的人多数好像是星期一不工作的。蛮多商店都没有开，然后博物馆啊、有名的景点在星期一也都没有开放。在以前这种中古世纪的时候，城市规划的市政就非常的工整，每个都是这样四四方方的一街区。早期杜林的城市市政府。现在来到这边呢，这间就是都灵国家博物馆安托内利图。这个建筑呢，早期是作为犹太教堂的一个建筑。因为当时的资金短缺，最后停止继续盖教堂。当时的都灵政府就决定把它改建为都灵的博物馆，塑造于一个当地的地标，就是像这样
看一下它的尖塔，这是有160米高。就在都灵王宫的旁边呢，这边有一间都灵圣老任佐教堂，小小的一间，看起来不是很起眼。它的门口就在都灵皇宫的这个闸门的旁边而已。现在我们要前往都灵大教堂，它是下午4点之后才有开门的，早上的时间是在12点半之前。它就在都灵王宫的旁边，这边有一条走道就可以走过去了。穿过了这个很有艺术气息的拱门之后呢，看到了这间就是都灵大教堂了。这间是一个巴洛克式的建筑，这也是一间历史悠久的大教堂。那这边有一个圣果师部，这间就是蛮典型的这种巴洛克式的教堂。在每一个圣位这边都有不同的圣人在里面。圣果师布是一块白色亚麻布，据信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死亡后所使用的裹尸布，因为上面有一个疑似耶稣的身影而其闻得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基督的圣物，大家对于像这种圣物有兴趣的，来到意大利千万不要忘记来都灵这边看看。不过也有另一派的学者认为，这个圣果师布由来是有点牵强，有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在都灵的大教堂后方这边呢，这里有一幅最后的晚餐的赝品，直接看就看得出来了，完全是不太一样的感觉。这边有卖这个3D 的纪念品，这是圣果师布，然后翻转一下就会变成耶稣的肖像。从皇宫大教堂的这边的后方呢，这里也是一处以前城堡的一个遗址，现在都还是有当时城墙的雏形，还有塔楼的照战，整片都是都灵王宫所建造的城堡的范围。那目前遗留下来的就只剩下皇宫的部分而已，城堡的部分全部都已经被炸毁了。今天的2个市镇大概就是到这边已经告一段落了，真的是觉得意大利是充满惊奇的一个国度，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值得来意大利这边好好的深度了解一下，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小的古镇，每个都是处处有惊奇，都是充满了历史感。这边也是我们在意大利的最后一站了，下一支影片会带大家前往法国了，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